你好，我是 Leo，我57岁，从美国的职场提前退休，今年已经59岁了。我当然可以和很多同事一样，一直干到67岁，账上肯定会多出更多的存款，同时呢，养老金也会多很多。可是我会失去什么呢？67岁以后呢，我肯定做不了今天我们两个要做的事情。当我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会后悔哪一个呢？少了很多钱，还是一些我们一直梦想去做的小冒险？看看我们今天干了什么。这整个湖啊，曲着拐弯，我们整个转了一圈啊。环潭总共30公里，但是我们实际上又到各个景点儿，又上去下来的，走了好多。走了40公里吧，差不多。我真没想到我能骑这么多啊！从去了美国以后，基本上就很少骑车了哦。我小时候也没骑过这么多呀，这是我一辈子骑过最长的一次了，一天了，最长的一天呐，将近40公里了，可能得有。哎呀 ，so proud of myself。这就是提前退休，50多岁的时候你还能干这件事，60、70岁可能就不一定行了，是不是啊？有没有我们网友里头也做过日月潭环潭骑行的人，打个1啊，让我们看看有多少人做了这么棒的事情。9点啊，9点半了，都快10点了，现在快10点了。酒店有免费的那个自行车啊，你不用，如果你住的酒店，咱们住的都比较 OK 的酒店呢，都有这个免费。很多酒店都有。注意，我们一开始就犯了2个严重的错误啊。第一个错误是极大的低估了这个环湖骑行的难度，我们就骑了酒店这种免费的没有任何变速的自行车。后来我们发现这车根本没法骑着翻山，而山路呢占了将近一半。正确的办法呢是到专业的自行车店，比如说捷安特，租一辆变速的公路车或者越野车，价钱也不贵啊，一天也就$100左右。另外一个错误呢，就是我们也没有仔细看这个说明啊。实际上，酒店只允许我们把他的这种免费自行车带出去2个小时，他也就让你在附近随便骑的。可是我们骑了一整天，就这样我们就骑着这个免费的自行车这个没有备胎、没有救援、没有工具，我们就这么上路了。现在想起来都有点后怕。往南的第一段呢，就叫象山自行车道，这段呢路非常平，而且这个风景也很美。就是这一段我们是逆时针环湖。碰到了公路了但是这个自行车道呢完全是和公路隔开的。我们骑得很爽我们以为是整个环湖的自行车道都像这个样子的，和公路是分开的。后来发现我们这个是完全是错误的CNN 曾经把这个日月潭环湖自行车道评选为全世界10大最美的自行车道之一。我想主要是指这一片，外加上水社再往东的那一片吧。就是这2片呢，确实是漂亮、容易，而且是安全。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水社坝了，这个地方呢不允许骑行，我们必须台湾人讲牵着车子，也就是推着车子走过去。这是日月潭的出水口这个水从这儿流下去，然后就流到发电厂去了这个日月潭本身是一个天然湖泊，但是日本人在这儿的时候呢，把它也改造成了一个兼具发电功能的。怎么说呢？这是一个自然湖泊和这个水库的一个综合体 hybrid。其实昨天晚上我们已经骑着自行车已经到这个水社坝这里来过一次了，当时有很多人在这拍婚纱，你看下面。我们骑的这一段呢，就自我感觉一下就良好起来了。我觉得这也是没什么大不了的，这哪有什么挑战呢？这心似闲庭漫步小菜一碟。到了永捷桥了，你看这一块呢，绿色的丛林这个红色的桥梁在里边穿行你下边是蓝绿色的湖水，这块真是非常漂亮、非常浪漫的地方。永捷同心，永捷同心。这个桥叫做同心桥。过了同心桥以后呢，就是象山游客中心了。这一块呢，有一些公共设施，也是大家中途休息的一个地方。就是说我都录了。大家自行车放在什么，不管
电动各种租的什么的，没人有锁的，但是都也不会丢。据说啊，从象山游客中心继续往南骑，这一段呢一般称为月潭自行车道，因为它是沿着这个月潭的西岸走的。丽丽的自行车出了点小毛病啊，就调整了一下。这两辆自行车绝对有年头了，很多地方已经锈迹斑斑了。现在回想起来，它竟然能撑下40公里的这个环湖骑行，简直是奇迹。要不你扔那我觉得好一点啊，我不喜欢太活的。行了行，走，Let's go。我们已经到潭头了，这是日月潭的最南端。回想起来哈，一般的游客还有非专业的这个自行车运动员呢，就应该打道回府了，不应该再往前走了，因为前面的路比较容易嘛。现在我们已经盲目乐观了。初中的时候去的是重点中学哈，然后还突出自己是重点中学，说那确实是考进去的啊。然后呢，重点班还不是托关系进去的。后来那个每周末才能回家，就是骑车，旁边是小树林，这边就是运河，就是河，就这种感觉啊，好像似曾相识的感觉。对，所以说每周末礼拜五下学骑车回家，礼拜天晚上再骑回来。所以说啊，这个骑车已经在我们中国人的基因里面了。明白了 ，OK。有点难度啊。从潭头折返往北走啊，就进入山区了。首先是二龙山哈，然后是青龙山，9曲18弯哈，一直到这个伊达邵，全部是弯弯曲曲的山路。挺来劲儿的，呜呼，呜呼，丽丽。这时候挺吓人的，拐弯儿。你看这是很大的一个拐弯儿，然后公路，我们这个单独的自行车道没有了，这是最难的一段，因为这个公路很窄，车很多。有的时候这车就是可小心，这边全是弯道啊，使劲站起来。单速自行车爬坡的时候只好站起啊，你站起来是臀在使劲儿，你这样明天就走不动路了。你这全是用腿肚子在使劲儿。我不会呀，它晃悠。它不会晃的。本来以为骑一段意思意思就得了，你还真要走。现在是进退两难，你退回去是一样长。走到半道了，这山上坡太陡了，太累了。加油！看见我都喊加油。嘿。这些人是不是看到我们骑了2辆酒店的自行车有点滑稽啊？他们一个劲儿向我们喊加油啊，所以说我们也没有退路了，我们只能是往前走。别看我们这个装备很简陋，我们能赶上它。专业的骑得这么快，我超过赶上他。这是玄光寺啊，我们终于在这儿追上这帮人了。这个人也在拍他的车呢。湖里边那个小岛应该是拉鲁岛吧？这波骑友呢是从台中骑过来的，环湖以后呢当天往返。你们这样一来一回多少公里啊？台中170几。我问他环骑台湾需要多少天？就像我们这种业余的，比较休闲，大概9到10天了。您是大陆来的吧？大陆来，哪边来？北京。来多久？来了1个多星期了。我们再要1个月，待1个月。那你这个是在这边租的吗？这酒店的车。酒店非常业余的车。那比较不好骑。不好。因为它会有一个认证的活动，那我们就是要完成那个认证。
哦，哟，那我们不知道哎，我们没关系，这里一个点的，你们再去找3个点。就是你在这儿要拍张图，到时候证明你到哪儿了，是吗？它有规则啦，它有规则。也上去看他的旅游的这些团的那个，而且你要有手机，要记录那个轨迹，四季认证，我们有记录日月潭的4季认证，你搜寻就有。如果来这里住不用了，环岛比较好。对，参加环岛比较有那个有纪念性。对啊，是，而且可以他想做整个环台湾岛。像东边比较危险，它就会后面会有人压车。这几个骑友呢，推荐我们去参加捷安特组织的环台湾岛骑行。我以前做过攻略了，大概是$2000，包吃包住包自行车，还有随行的车辆，大概有10天左右吧。他们这些人都参加过，你看这个朋友给我们看他手机上的这个完成环台湾的认证。现在可以还来得及。你赶快，现在这个天气环岛最好。是吧？哦，夏天、春天，其他的时候不好。我那时候很热，现在不会下雨，又刚刚好，没有很冷，所以刚好。好的，欢迎，好，谢谢啊，谢谢，拜拜。这是玄光寺啊，规模不大。再看一眼拉鲁岛啊，它是当地原住民少族的精神圣地，不对游客开放。加油，一定奥哟！但是这有点不舒服的感觉。继续在盘山公路上骑行。玄奘寺，刚才看到2个尼姑，好像是在那儿打扫卫生呢。哎呀，很热呀，很累呀，我这半道我不行了。我这成了那个人家歌里唱的连滚带爬的。早知如此，我早晨的免费自助餐多吃点了。就留着肚子，一大少吃那个阿婆的那个茶叶蛋。到了一大少了，哈哈！这个白色的楼是美国的 Wyndham 酒店，巨贵。这个骑到这儿不容易啊。刚才人家这边有一个女的，可能看着我们，知道我们酒店是哪来，说你们从水社过来的，这不简单的。走了一大半了。但是值得骄傲啊！刚才我都要放弃了。我们来吃这家了，红茶什么玩意缸鸡，这是大缸啊，你看到没有？我这把不赶快的意思。和这个少族的服务员聊了一会儿啊，他曾经被邀请到北京参加过什么全国民族大团结的什么会。怎么了？好吃吗？看我这鸡了吗？哇！爱吃。哎呦妈呀！这是红茶鸡啊。他说红茶，然后提神，吃小腿吧。我们就直接下手了，知道我们这个吃相也很不雅，但是也顾不上了，因为确实是太饿了。好吃不好吃呢？反正是饿了以后什么都好吃。来跟你说2句。说什么已经进度了？伊达邵呢，所以像很多网红的人吧，一般的就是说坐船过去，就是吃那个阿婆的那个茶叶蛋哈。其实我觉得那个茶叶蛋能变出多少花样来了？不就是加点蘑菇，加点什么那种茶叶进去吗？哈。但是我觉得其实老百姓不会光吃那个东西，对吧？所以我们每次到一个地方呢，是要想吃当地的菜。你像啊，这2个菜就是当地特有菜。这个一是野菜，我其实在台湾看到其他餐馆也有这个过猫，一种野菜，有点像蕨菜，你看这样子啊，吃着呢有点滑溜溜的，但是有点苦涩，还有点那种后味儿啊。太多的有点了。然后我觉得这个菜很好吃。这个他说是叫什么槟榔花儿，就是这个白的、槟榔里边那个花儿，槟榔的花儿做的。他说我们担心槟榔有些时候说吃这个容易引起什么病，槟榔吃多了哈对牙不好，对吧？对。但是这个呢，他说没事。你来看，你给我看，这个花穗儿啊，这个白的这个花穗儿，其实这个有点甜丝丝的，挺润的，还挺爽的，吃挺爽口的，口感不错。鸡也不错，鸡也不错。还是只卖整只嘛。吃完饭以后呢，继续赶路。头顶上这个缆车呢，就是我们上一集讲的去九族村的那个缆车。从伊达邵到文武庙这段呢，相对比较好骑了，因为它这个山比较平缓了。但是呢，自行车道还是跟公路共用，而且这个公路上的车也更多了。哇，这庙是不错。这个景儿别
到了文武庙了。下去啊。文武庙是看湖景的一个绝好的去处啊，这一个大台阶一直到湖边。这个文庙的供奉的是孔子和岳飞，武庙呢是供奉的关羽，这是象征着要文运昌盛、武运兴隆。那个我们走错路了，没有地儿下去，只好扛下去了。继续骑行。天色已经快晚了，所以说我们不敢在这个地方流连的太久，所以说我们马上又开始我们的最后一段征途。这一块呢是游客比较密集的区域，很快我们就看到了专用的自行车道。哎呀，这来劲儿！呀！朝雾码头，咱们在这儿。早晨起来可以到这来看雾啊，据说很漂亮。它这个日月潭这个日挺好玩的。对，它好像这是正宗的，谁写的？有的地儿现在这是以前那个人写的，哪儿好几个碑都是这一样的，但是有的地儿就不一样。这好像那叫什么？我天！天色将晚啊，我们已经到达了水社码头了。哦，这树很漂亮。我们要坐电梯上去啊，这个电梯呢是可以驮自行车的。我先出啊。正对的就是阿波茶叶蛋，很好吃哎，味道很丰富。啊，车子还回来啦。对，昨天我们就顺着这条路开呀。我觉得想起来好后怕呀。我不知道，我刚开始上山坡的时候有点犹豫了，后来想，哎呀，这点苦不按。可是后来就发现，真是到了山腰上了，然后有18公里的那个，就是拐弯拐来拐去的那种的。哎呀，盘山公路，这可走的是。这辈子没骑过这么难的路，也没有骑过这么长的路，根本不是说我骑车，是车骑我。车、高速车、大巴车和小各种各样的车吧，摩托车什么飞驰而过，从我耳边，我觉得这真是练胆量，其实根本不是练体力了，成了练胆量了。但是我的感觉啊，真的是这个完了，现在回头吧，觉得哎，就那么回事儿哈。所以其实有时候在生活中，我觉得可能是你觉得很难的事儿，其实你一咬牙也就过了。其实有的时候，就像我以前觉得不能理解为什么有些人做一些挑战性的活动哈，比如说从大桥上跳下去，或者是爬什么喜马拉雅山的，我说这是有什么意义啊？做这种叫……其实还有一个例子啊，就是我们前一阵在台北的时候，正好碰到了 Alex 爬这个台北的101。回答一下丽丽刚才提的问题啊。我们在上学和工作的时候，也是通过完成一个比一个更难的任务呢，来找到自己的能力，定义自己的角色，从这个过程中发现快乐和找到人生的意义。其实退休了以后呢，这个过程并没有结束，我们可以只做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我们知道这不会给我们带来我们想要的兴奋感和成就感。50多岁，我们开始了这个 YouTube 频道，我们突然发现，哇！我们2个书呆子竟然还能做这个！这次发现翻山越岭的长途骑行，我们也能做，而且是在快接近60岁的这个年龄。古希腊德尔菲神庙上那句箴言：“认识你自己。”让我们一起继续找到自己的旅程。Love Sun Moon Lake。